我们新买的手机电池一开始特别的耐用，但是用着用着开始不耐用了，电池一天要充好几次电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其实主要原因是我们刚买回来的手机很多功能没有打开的，后来我们装的软件比较多，而且很多的软件都是默认的开启，这就会导致了手机比较耗电。今天给大家说一说，我们要手机上关掉几个软件开关，只要关好了，不光能够解决耗电快的问题，电池不耐用的问题，也能够节省我们的流量。朋友们可以跟着视频来看一下。首先，我们需要打开手机的设置，找到这个应用和服务，我们直接点进去，会看到了一个的权限管理，接着点一下，再来看一下这个右上方有4个小点儿，点开之后需要选择特殊的问访权限，接着找到了电池的优化，再点进去，你可能会看到了一堆的应用显示不允许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们随便点开一个看一下，里面写着如果不允许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电池电量消耗更快，反过来设置为是允许，反而能够延长我们的电池使用的时间的。所以你可以把你的这些不怎么常用的软件应用一个一个的点开，改成允许，这样系统就能够更好的去管理它们的后台活动，省电又省心。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习惯，把不常用的都调一下就好。改完之后，再返回到我们的设置主页面，再找一下这个电池的这个选项，再点进去，你会看到有一个性能的模式，开着这个模式，手机能够预估能用5小时、6小时，但是如果你把它关掉，再看一看，时间就变成了5个小时、6个小时、7个小时，也就是说，关掉了性能的模式，更能够省电，续航反而更久。所以如果你平时不怎么用手机，不玩游戏的话，干脆把这个模式一定要关掉，让手机的电池更耐用。这波操作下来，你就会发现了，手机的电池一下子电量好多很多，多了很多，电池又耐用。朋友们快试一试。再来聊一聊我们的图库数据同步的这个事情。你可能不知道这是什么，其实比较简单，就是你用手机拍的照片、视频，会自动的上传到我们的云端的。这样不管你用手机、平板电脑，只要是登录同一个账号，都能够看到这些内容。听起来是比较方便，对不对？但是问题来了，这个功能默认是开着的，它在后台一直的悄悄的运行，不光偷用你的流量，让手机的电池一直的忙个不停，尤其是费电的，那怎么办？我们需要把它关掉的。特别是这个地方很简单，打开这个手机的图库，找到右上方的这个4个小点儿，接着需要点进去，就像打开了隐藏的菜单一样的，然后再点开设置，里面有一个图库的数据同步选项，我们点进去之后，把那个开关这样一划，这样关掉就能够搞定。方法比较简单，就这么快速。再来关闭我们的用户体验改进的机关，在设置里往下去滑，找到了我们的系统更新，点进去，这样就能够看到了用户体验。然后再说我们平时用的手机时候，系统会收集了一些的信息，然后传到我们的后台，方便给厂家拿一些去做更新，或者是我们的优化。对我们普通来说，这功能其实没有什么用途，它一直会在后台跑，而且需要联网，用的时候需要调手机的储存、电话这些信息，占用了一些资源的，所以我们需要把它关掉，等于给手机减轻了负担，让手机把我们更多的力气花在了我们正常使用的上面，跑来没有更流畅、更省电的，对不对？随手一关就没坏掉，还是有必要的。关闭我们的杂志的锁屏，杂志锁屏这功能听着比较美，能够让我们的锁屏变得好看又丰富。实际上，它是一个藏得比较深的流量的黑洞。你去设置里找一下，桌面、壁纸，再点进去，就能够看见了杂志锁屏这个选项。默认的是开着的，每一次锁屏我们可以换一次，它就会偷偷的跑一点流量。
但是每次看的不多，招架不住的话，天天换，天天刷，时间一长的，流量哗哗的就没有。关键是这个功能对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手机用途没有什么的提升，所以关掉它就等于我们的堵上了一个流量的小口子，省下了钱，实在的地方特别的香。我们再聊一下我们的手机该怎么去使用更方便。接着来聊一下关掉我们的应用自动启动这个事情。在打开我们的设置，点进去之后，有一个可以看到的管理，一眼就能够看到。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默认情况，上面都是应用的自动管理的状态，上面也会写着，开启之后，系统会自动的判断哪些应用没有开的，它就会给拦住。听着比较聪明，对不对？其实这个玩意儿没有那么的精准，虽然它能够保证不影响你收一些信息，但是很多你不经常用的，照样在后台偷偷的去自取，像小鬼儿一样，悄悄的占着你的内存，长时间的特别的耗电，而且手机变得比较卡顿，电量掉的比较快，所以更好的办法是关掉自动的管理，改成我们的手动控制。进入到这个页面，把那些你几乎不用的 APP 一个一个的点开，把它们的自动取线全部都关掉，让它们老老实实的待着，不要动不动的就蹦出来折腾人。当然，像微信、QQ 这样天天用的软件，该留的时候要留的，保持自动的开启，不然消息收不到可就麻烦。这么一通操作下来，手机后台干净多了，内存不被占据，电量省了很多，用起来自然的流畅，简单又实用的方法，大家一定要去试一试。很多人都喜欢把我们的屏幕分辨率调到比较高，觉得画面更清楚、更细腻。其实就跟开车上高速一样，跑得越快，油烧的肯定多，手机也是一样的。为了撑起我们的高清画面，电量哗哗的消耗，特别的不划算。当然了，你要是直接把它们分辨率降低的，是省电了，可是屏幕看起来变得比较模糊，字没有那么的锐利，图片显得有点糙，体验又差了一点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最聪明的办法是选智能的自动调节，让手机自己根据你正在干什么来动态分辨我们的分辨率。比如你看视频、打游戏的时候，它就会自动的拉开了高的分辨率，画面超清晰。等你看短信的时候，或者是看微信的时候，这样的操作比较简单，它就会降下来省电，既不吸掉了我们的画面，又能够省电，两全其美的方法，干什么不去用呢？赶快去设置一下，调成这个智能，用起来舒服，而且更耐用。朋友们，如果你的手机耗电量比较快的话，就按照我这个方法试一试，一步一步的把这些手机的设置调一调，可以省下很多的电量，流量也能够省下很多的，以后再也不用担心手机没有电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关于手机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，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和喜欢，谢谢大家，我们明天视频再见。